让自己舒服和对自己好，这其实是两回事儿，跟这个长期主义唱反调。就是你喂给大脑什么，你大脑就越像什么。讲到这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讲。嗨，今天是一期关于自我的成长，不夹杂任何的私货，只是我作为一个39岁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自我的反思，就是我对舒服的定义改变了。以前我觉得就是爱自己嘛，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舒适，越来越觉得让自己舒服和对自己好，这其实是两回事儿。移动一下啊，这个光，我现在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就是说我是让明天感谢今天的自己，而不是恨今天的自己。我现在要不要再刷1个小时的手机？明天的我会感谢今天的自己吗？不会，只会恨。那就不要做。或者是有一件一直拖着的事儿，要不要去做？明天的我会感谢今天自己吗？那就做。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当然你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哈，这谁不知道啊？我发现一旦你开始实行了之后，就像有魔力一样，真的挺管用的。爱自己它本质上它是一种长期视角，是你在替未来的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只是让现在的自己好过。然后一个转变是我买东西的出发点变了。首先我必须坦白一下，就是我一直是一个爱买东西的人，即使是我经常做一些大家不要买啊，什么东西你不要买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我买过是因为我当时很疯狂的买过，所以我后来回头来看一下说，妈，真的不应该买。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我是个很爱买东西的人。我20出头的时候，真的就是我看什么都想买，然后30出头可能就会有一种 OK， 我确实要买有价值的值得投资的东西。到了现在40吧这个节点吧，我的标准又变了，开始不再问就是我真的喜不喜欢这个东西，而是说我这个东西买了之后会不会给我增加情绪负担。比如说不管是包啊、鞋呀、衣服啊，或者是生活中的很多你们看到这些东西，肯定是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也觉得它本身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一些买爱马仕的包，我觉得好像还挺有投资价值的，你1万刀买了2万刀卖了的，那个时候至少会这么觉得，我觉得那就值得。现在我更多想的就是这个情绪负担的问题，或者是很多衣服，因为你会很喜欢一种类型的衣服，所以你就会买很多，然后你不仅仅会有一种同样东西为什么这么多，我怎么又买了的这种愧疚，然后还有一种我要怎么 get rid of it， 我要怎么把它整没弄没的这么一种负担。哪怕是你说 OK， 你买这个爱马仕是很合算的，你可能转手就能卖，很烦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卖亏了。你是交给二手平台呀，还是交给这种个人买家呀，还是说这种中间的代购啊，都是很耗神的一件事情，会让你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从金钱本身上看，你合算了啊，咱们就说爱马仕、劳力士这种东西，可是你耗费的精神力是不合算的。那反过来呢，有一些东西买了之后，你可能用得很顺手，用得很顺心，或者是用完了一次就没有了，你也没有之后那些负担了，那我可能就会更情愿的花这些钱。比如说我现在越来越习惯就是不自己去超市买东西，就是这种平台去一键下单，他就把超市里的东西给我买好了，然后我哪怕多付一些小费我也是愿意的，既给我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很多情绪上的负担。或者是有一些衣服可能我买了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衣服可能穿几次就扔了，肯定不是个很好的投资的选择。大家都说长期主义的时候，对吧，你买了衣服要穿10年20年的时候，可是我不想买一件衣服穿10年20年，有的衣服我就不想穿20年，或者是3年5年我都不想，我就想穿这2次，然后我就把它捐掉或者是卖掉，我就够了。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单独讲一下，跟这个长期主义唱反调也不是说让大家乱消费了，不能说你所有东西都是这么买，因为真的说实话很多鼓励长期主义，这个属于长期主义消费的人，他会让你买又贵的又好的有价值的，你可能一个大衣能穿10年20年的衣服。我有一阵子也被这种长期主义洗脑，就是我有很多那种所谓的竞奢风的衣服，料子非常好，然后买了很多 L'Oreal 啊 Cucinelli 这种牌子，你穿了1-2年之后你也不想再穿了，你就只是舍不得扔了而已。你便宜的买了，你穿一穿啊，你觉得扔了就扔了，然后你特别贵的买的这些衣服，然后你也不想要了，只是你更舍不得扔了而已。我承认有一些东西你可能确实7年8年的在你的衣柜里面你还是想穿，但他们一定是少数的。你再喜欢的一个东西，包还是衣服鞋子，它再是大地色经典款永不过时，你都不想要。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人到40就会家里就会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可能很多20多岁的人还不存在，因为你没老到那个份上，你没攒那么多垃圾。
然后呢，我也顺便解释一下，我可能平时做了很多好物分享，但是我做这些好物分享的出发点，从来不是说帮大家买更多的东西，我分享的都是真正对我有帮助的东西。希望你在看的过程中发现，哇，我好像也有这个需要，那我可以去看一看，而不是觉得你有我也想要，因为你有了我也想要有，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多一个选择，因为我有的时候也看别的博主，他发了一个东西，或者我靠还有这个东西呢，我怎么不知道？我去买一个吧。或者是说看了别人分享之后想说，这个有必要买吗？包括我做视频，很多时候大家也是这么想，也是这么说，这东西都有人买。我觉得如果你会这么想的话，那我做这些好物分享的视频也是有意义的，多这么一个视角去看。我只是从我的出发点，或者你看任何别的博主他在跟你分享东西的时候，那只是他的一个非常的主观的一个角度。 OK， 然后一个转变呢，就是输入的内容的变化，就是我更在意我大脑在吃啥东西，感觉这件事情也值得专门讲一个视频。但是我真的我一直在劝大家少刷短视频，多看书啊。我必须要跟大家 坦白一件事儿，就是我会看很多我不是很 proud of 的小说，不是那种小说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所有的武侠类的小说说实话都是爽文。然后呢我会看很多，包括我最近看了那个Alchemist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就是那个镣铐之下那个作者后来又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镣铐之下我也看过。真的就是讲到之后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讲，小说是非常好的小说，也很上瘾，就是你必须3天刷完，超过3天都受不了的那种。我是个德赫党，好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类小说的本质啊，就是可能属于女性的爽文，它戳中了女人的G点。然后武侠小说呢是男性的爽文，当然我也很愿意看，你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古龙的全系列我都看了，我看的是小说啊，真的是古龙的小说可以说是非常少儿不宜。然后呢金庸的全系列我也都看了，总之就是当年我是个80后吧，就那个时候你能够看到的这种小说，它的本质就是让你不思进取，让你沉进去，让你不用思考，让你觉得很多东西是你不是靠努力得来的，而是你天生就有，然后你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牛逼了，反败为胜也好啊。总之就是跟现在短剧是一个路子的，只不过那时候是文字的形式啊。这类东西我以后尽量减少接触，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大的问题，我已经意识到它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然后呢我想要进入我大脑的东西是那种真的值得装进去的好东西，真正的好书啊，有深度的长视频，好的纪录片，这些输入可能真的会影响我看问题的方式，然后影响到我的思维结构。包括呢我有一个非常长的 list 是我想看的纪录片，哇，我的那个 list 长到一直在往里面加东西，然后一直都没有 cross 掉，就有太多想看的好的纪录片了，然后都没有去看。哎呀，我真是值得反思啊。我大脑也真的就是被现在世界改变了，就是我看一会儿，我能看10分钟20分钟纪录片，我觉得不行了，我得干点别的，就是那种沉不下来的感觉。这是一个我希望接下来的转变。我们反复接触什么，我们的大脑就反复往那个方向去强化。这种神经可塑性的最基础的原理，就是相信大家也都懂，就是你喂给大脑什么，你的大脑就越像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对自己好的一个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希望我的大脑能够变得更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多输入一些很正向的东西，然后能够越来越的沉得住气。我感觉这一期视频是一个对我自己的这个鞭策鞭打。音成这样。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些事情是心里很清楚是一定对自己好的，但就是一直拖着没有做啊，乌云散了。对自己好其中包括了一个就是去学那些你想要去学的东西，就是有一种我欠了自己很久这么一个 promise 我应该去做的那种感觉。然后再一个是学语言，虽然我一直在学，但是就带带拉拉的。某鸟我也最近打了可能有30天连续不断，这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发现。然后我真的用了好几次激动，虽然上了0了啊，然后也决定就每天到了这个点我就必须要去学一会儿，然后还是一不小心就错过。但是我觉得总之就是我要开始做那些我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拖着的事。很多时候呢也不是说没有时间，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去看待，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做的事儿。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还那个开通了那个大师课，然后我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挺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比如说学化妆啊，还有一期是那个导演课，我觉得那个课很有意思啊。虽然我好像跟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确实它改变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还有一节课是古代智慧的现代应用，那个特别的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专门做一期啊。在生活中很多事情上还是能够用得到古人的智慧的，不是说鼓励你们去买课去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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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这种免费的知识，你可以去看去学了。我不评判啊买课这件事儿，绝对不是说让大家去买课，说哦好我对自己好一点，我现在就去买课去下单，现在就去做那个你一直想要学的东西。比如说就是现在你脑海里面一定闪现了一个你一直想学的东西，或者你翻你的收藏夹，收藏夹一定收藏了很多你让他去吃灰然后你没有去看的东西，你可以把它们看了，现在就把它们看了。那我觉得我今天录这个视频也是说的比较散啊，这个系列我还是希望能够坚持每周更新的。那之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一类的节目我都不会做的特别认真，我觉得我能架一个相机拿一个麦克都比之前用手机好很多很多了。那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什么新的启发呢？你可以把你的启发写在下面，可能也会启发到我，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是希望我继续再讲的，有些什么话题是你觉得我可以展开的，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因为我这个聊天系列其实就是你们的反馈，就是为了回答一些你们的问题，去跟你们聊一聊我的感悟，所以你们一定不要吝啬你们的留言。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说花更多的钱在自己的身上，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能量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你早早的就明白这个道理吧，只有自己靠得住啊，别人都靠不住。所以你更对自己好一点好吗？你以后养老也要靠自己啊，你还不对自己好一点？靠不住孩子，孩子靠不住，也靠不住老公啊，老公更靠不住。好，那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给我留言啊，拜拜。